习近平在任内推出了这个所谓中国式的民主，现在看起来习近平有一点影子，他想跟随的这些毛泽东，当然啦，他的心甚至认为他比毛泽东可能还更有历史的一些定位哦。所以老师从这个延伸这样子来看，是不是这一次特别在谈这个有一些背后的一些目的，他们到底这个过去这2份或者都在谈民主这部分，他的策略到底可能会是什么呢？你刚才提到毛泽东的一段讲话，说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，这段话是他1944年讲的，也就是中共在野的时候讲的。那么就是国内有个学者叫校蜀，他编辑了一本书，名字叫《历史的先声》，其中就是先后的先，声音的声，他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中共从1940年到1946年，也就是所谓这个中共在野的时候，他的中共的媒体，解放日报、新华日报，以及中共的领袖毛泽东、刘少奇他们的讲话和文章，一共90来篇啊。这个内容呢，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，都是要求保障人权，都是要求主张自由民主啊。而这些文章呢，不但大力鼓吹民主，而且他们谈的民主呢，那就是谈的和西方式民主没有区别啊。他那文章里头还常常引用林肯的话呀，引用这个杰弗逊的话呀，而且把有些文章还直截了当的把英国和美国作为民主的典范啊。那么这些文章，因为是出自于共产党自己之手，出自于共产党领袖之手，所以你后来拿出来看，那大家都有一种上骗受当的这个受骗上当的感觉，觉得当初你共产党骗了我们啊。那因此后来他这本书是本世纪初出的，没出2年，中宣部就给他查封了，那感觉就是好像就像一个负心汉。让人家拿出他早先讲的那种山盟海誓，他恼羞成怒就给你封了。那这个说明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共产党在野的时候，民主的调子唱得很高，而且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，调子也唱得很高。但是很有些热血青年就信了这套话，就跟了共产党了。等了共产党掌权之后呢，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，共产党搞的专制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啊。那么这就是中间呢，当然牵涉到很多问题。当然这里头是共产党是欺骗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不过这里头呢，它不是简单的欺骗，它比简单欺骗要麻烦一些，要复杂一些。因为共产党它有个理论呢，他说就是毛泽东的讲的嘛，就是我们革命有个要分阶段，我们的纲领呢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，我们有个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。那比如说。他认为现在我们第一阶段，我们是要搞新民主主义革命。那么在农业来讲呢，那就要实行打倒地主，把土地分给农民，实现耕者有其田啊。这一个国民党和孙中山提的似乎都一样啊。所以直到共产党掌权之后，也搞了所谓土改，也把土地分给了农民。但是大家发现，第2天他要把刚刚分给农民土地又要回来了。又搞起集体合作化来了，那你说共产党怎么出尔反尔变脸了呢？共产党说我没有变脸呢，我原来就讲过呀，我是2个阶段呢。我第1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，第2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。社会主义就要走农业农民就要走集体化道路。所以昨天我把土地分给大家，耕者有其田，那是在新民主主义。现在我们要升级了，我们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了。那么我们就要搞集体化了，所以土地大家又得收回来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因为他先就告诉你了，我这2个阶段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，就被头1个阶段所吸引了。结果共产党上台之后，马上就搞起另外一套，你还拿他没话可说啊。另外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呢，就共产党的讲话，他从来有2套语言啊，一套语言是对内的，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。都是用这些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话语，另外一套呢是对外的，是统战的语言啊。第1套语言是宣传部的语言，第2套语言呢是统战部的语言。第2套语言呢，他说给外人听的，说给他的直接的控制力量达不到的那些地方的人听的，所以他尽量少用他们共产党那套话语，
尽量用你的话语，或者看上去跟你差不多的话语，让你去相信他啊。这个所以统战他，也就是他其实很多话，像校署编的这本《历史的先生》，收集了90几篇文章，其中大力赞扬民主，大力赞扬自由民主，还是大力赞扬英美式的自由民主。这套话，他不是说给共产党自己听的，他是说给你国统区人听的，他是统战的语言。你一查你就发现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本书《历史的先生》，其中收录了90几篇文章，其中只有10篇文章是出自于当时共产党在延安地区办的那份《解放日报》，其中70几篇文章是出自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《新华日报》，也就是《新华日报》和《解放日报》都是共产党的报纸，但是《解放日报》是给他们延安地区的人，给他们自己人看的，新华日报呢是办在国统区，实际上是你国统区的老百姓看的，所以他跟你说说了2套话。你光看他在国统区说的那些话，新华日报说的这些话，好像还挺开明的，好像他们和英国式、美国式的民主没有区别。但是你要去看他在延安地区说的那套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套话了。那很多人不注意这一点，就会头一种所迷惑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等到后来你成了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了，你发现他就对你用另外一套话语了，那这时候你就悔之晚矣啊。那么，但这里呢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共产党，本来经过毛时代，尤其是经过文化革命啊，那这个是可以说把那种专制的、集权的，是推向了极端，以至于使得当时中国人，不管任何阶层的人都深受其害，包括你共产党的老革命、老干部啊。那么，中国共产党那些老干部、那些官员。高级官员们，他们在所谓解放后吃的苦、受的罪，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战争时代啊。也就是他们在革命打仗的时候，在野的时候，还没坐那么多牢，还没挨那么多批斗呢。等到自己做了江山了，反而成了阶下囚，反而死于非命啊。所以他们在中间呢也痛定思痛。所以在文革之后，我们看到呢是朝野上下都有一种强大的冲动，要求进行这个政治改革，要求自由化、民主化啊。那一直到那么这种呼声，一直到了89年的民运就到达高峰。可惜呢，89民运功亏一篑，那6四屠杀又使得重新强化了共产党的这个专制的权利啊。那么到了现在，那共产党他对过去的有些做法有了很大改变啊，他知道有些做法是错的，他也改，但是呢，在加强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一点，他就坚决不改啊，就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状态。那么因此呢，如果说在早先在毛时代，中共内部还有些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那套理论，真的相信他们搞的是另外一种民主，是比你西方的民主更民主的民主，那么可以说经历了文革，经历了6四，中共党内没有一个人在信这一套，他们都知道他们说那套就是谎言啊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又出现2种不同的话语呢，就是共产党官员啊，这个公开讲的，那就是官话，看起来冠冕堂皇，或者至少是呢，写的就是官腔官调嘛，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读不出名堂来。另外少数有些他们内部讲的话，一些私房话就把话说得很白了，意思就是很清楚了。比如在80年代初，大家知道那由于吸取文革的教训，朝野内部上下都有要求，这个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。当时很多人就提出要制定出版法，要制定出版法。但当时的陈云在内部讲话中就明确的说否定了，不要搞出版法。他说，当初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，现在我们绝不让别人也跟我们搞合法斗争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年共产党整天在反国民党的一党专制，要在国民党头上争取自由、争取民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他们共产党头头们，他们心里打的就是另外一个算盘了。他们就觉得你共产党国民党你很笨嘛，你怎么作茧自缚啊？你搞了个出版法，你还真的把你自己手下都捆起来了，你不敢乱来，反而给我们提供了机会，可以合法的反对你。
那等哪一天我们赢了，那我们才不像你那么傻呢，我们根本就不来这一套。所以，那他陈云亮就表示这么个意思了，对吧？你看，到了后来我们知道6次之后啊，这个陈云还有个内部有个讲话，这个外头都传得很广，就是说还是要让自己的孩子接班，他们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。这个话大家都确实有这么讲话。但这个话他当然不能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啊，不能发表在这个中央电视台上啊，你这个发言你太丑恶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啊，但是他就这个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共是这么个状况，他们没有早期一些共产党还有的那种比较天真的、比较幼稚的，但是比较理想的那些东西了，他们完全变得是玩世不恭，他们很清楚他们做的是什么。他们很清楚，他们做的就是专制，就是维权，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这个专制的统治啊。但是呢，他们表面上还不得不借助一些冠冕堂皇的一些词语，包括借助一些民主的这些词语。这就是这次在美国召开民主峰会这个时候，他为什么要那么大张旗鼓的讲民主，还讲自己全过程民主啊？那实际上他们自己内心是完全不相信这个东西啊。所以这里头其实。在这个正好体现中共绝不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有什么理论自信、道路自信，他完全没有理论自信，完全没有这个道路自信啊！他非常清楚哪些理念、哪些价值是正确的，哪些是错误的啊！所以这也是这个所有共产国家为什么最后都会发生转型，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也好，一个政党也好，你不能老是这么口是心非。老是说一套做一套，老是你在内心深处都知道你做的那套是错的，是坏的，你不能老那么搞下去的。你这个人不可能一个政党，他不可能长期的陷入这种精神分裂，陷入自己这个阴一套阳一套这种处境之中啊。所以这就是从当年80年代、90年代，苏东坡啊，中国的民主运动啊，都谈到要什么讲真话、讲实话，生活在真实中，要在政治生活中建立起这个最起码的道德准则，都是指的这一点，就是要去除掉这种连自欺欺人都谈不上了，就像我刚才挂羊头卖狗肉，你连自欺欺人都谈不上嘛，就是要去掉这么一种谎言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一方面要看清楚中共它的专制的本质，以及它借有哪些哪些方式来为自己的这种统治做辩护，同时我们要由此来看到中国的那种内在的虚弱。只有把这2点都看得很清楚，我想我们才能对中国的情况有个更完整的把握，也才能对它今后的走向有个更准确的判断。